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就是下定决心想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哈，结果你知道的，老是半途而废。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大脑的小秘密，教你怎么跟它合作，而不是硬碰硬。你会发现，要害进自己的习惯回路，其实可以超轻松的。好，那我们先来面对一个我想应该困扰过很多人的问题，对吧？就是为什么那些我们一开始满腔热血想做的事，不管是学个新语言啊，还是每天运动啊，到头来，怎么就不了了之了？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也因为这样觉得很沮丧，先别急着怪自己。我跟你说个好消息，这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意志力不够。这其实是我们大脑天生设计的关系，是它面对改变的一种本能反应啦。不过幸好我们有一个超聪明的方法，可以很巧妙地绕过这个天生的障碍哦。这就带我们来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习惯的悖论。你可以这样想，我们的大脑啊，天生就是个超级保守派，他超讨厌那种压力山大的改变，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你越是用力逼自己，它反弹的那个阻力就越大，是不是很矛盾呢？而且这不是乱说的哦，这背后是有科学根据的。你想想看，当你突然对大脑下一个超大的指令，像是我从今天起要脱胎换骨之类的，你大脑里有个叫杏仁核的地方，它就会觉得哇有威胁，然后立刻启动它的保护机制。那这个保护机制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好烦不想做的抗拒感了。好，那既然硬碰硬没用，到底该怎么办呢？别急，答案就在一个超级巧妙的策略里面。噔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习惯堆叠法。我跟你说，这招真的可以很漂亮的化解掉大脑的抗拒哦。它的概念其实超级简单，超级直观。什么是习惯堆叠？讲白了，就是把一个你想要培养的新习惯，像贴一张便利贴一样，把它粘在你的一个早已经有的、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后面。就这样啊。你看它的公式简单到你可能会觉得就这样，但相信我，它的威力超级强大。公式就是你本来就有的旧习惯，加上一个超级微小的新习惯。我跟你强调一下哦，微小这两个字是这里最重要的关键。好，我们直接来看个例子，你马上就懂了。第一步，先找到你一个旧习惯，比方说，在我倒完我每天早上那杯咖啡之后，你看倒咖啡这件事，你根本不用想就会去做，对吧？好，第二步，粘上你的新习惯，我会读一页书。注意哦，不是一整章，也不是读个10分钟，就真的只翻一页就好。当然啦，这个应用是无限的，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的生活里可以怎么堆叠。比方说，我刷完牙齿之后，就花个1分钟回想一下昨天学到的东西，或者我喝咖啡的时候，顺手打开 APP 背5个单字，吃完午餐把书翻开，就算只看个3分钟也算数。记住，重点是把这2个动作连结起来，而不是你一次做多久。好，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听起来也太简单了吧？它到底是怎么骗过我们的大脑，绕开那个抗拒机制的呢？来，我们现在就来深入看一下它背后的原理。关键就在这里，这个习惯堆叠的方法，它其实就像一个很温柔的推力，英文叫 nudge。它让这个新的行为感觉不像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反而像是旧习惯的延伸动作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不是要重新开一条很难走的山路，你只是在原本已经盖好的高速公路上，顺便多开一个交流道下去晃一下。这样做几乎完全不消耗你那宝贵的意志力啊。这个对比图就非常清楚了。你看左边，当你给自己一个超大的新目标，你的大脑会立刻拉警报，压力值飙高，然后就开始抗拒，你的意志力马上就烧光了。但你再看看右边，当你用的是一个微小的堆叠习惯时，大脑根本就还没反应过来，几乎没有防备，所以完全没有抗拒感，意志力的消耗也超级低。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可以说是养成所有习惯的终极黄金法则。只要你搞懂了这一点，你就掌握了持续改变的钥匙。所以重点到底是什么？你看哦，很多人都搞错方向了。他们会想，好，我1个礼拜运动1次，但那一次我要做满30分钟。但真正聪明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反过来的。我要每天都运动，就算一次只有5分钟也没关系。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频率远远比强度更重要。而且这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哦。你看这个图表的比较结果的差别超惊人的，每天都做一点点的成功率，远远高过偶尔才做一次长时间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想看嘛，每天只要5分钟，这个心理门槛是不是超级低？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借口说我没空，对吧？而且一旦你开始了，就很容易一直做下去。这句话真的总结得太好了。一个习惯能不能成功，看的根本不是你一次能撑多久，而是你能不能每天都做那么一点点。没错，能够持续下去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讲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可能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在怀疑，每天只做这么一点点，真的会有用吗？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一下这个看起来超微小的动作，再加上时间这个魔法之后，会产生多么惊人的复利效果。我们来算一题超简单的数学，但这个结果保证会吓到你。假设你真的每天利用喝咖啡的时间，就只背5个英文单字，一年有365天，这样算下来，1年后你总共会学会几个新单字？答案是1825个。哇，这就是微小习惯最可怕的地方——复利效应。所以这就带到我们最终的核心观念了，这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开始你一个微小的惯性，只要你每天重复，它就会累积成一股超级巨大的能量。你真的要相信，1年后的你回头看现在，绝对会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决定开始做微小堆叠的自己。好，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但真正的挑战现在才要开始。所以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也给自己。明天你打算在哪一个旧习惯的后面粘上你的第一个虽然微小但却意义非凡的新习惯呢？